這小子是真牛逼，他去銀行取錢從來不用卡，只是將一張寫滿字的紙交給銀行櫃員，女人就會老老實實的上交全部現金。可這一幕恰巧被後面排隊的便衣警察發現，他一眼就識破了劫匪的小把戲。但劫匪反倒絲毫不慌張，因為他們是一對俊男靓女搭檔的雌雄大盗。明明男人只是想悄悄的打个劫，卻沒想到突然冒出個警察，壞了他們的好事。當然啦，正常人碰上銀行搶劫肯定是保命要緊，但這個西裝革履的男人就很哇塞，他竟然當着劫匪的面撥打報警電話。這下好了，劫匪一哆嗦失手，用警槍擊中了男人，連他自己也蒙圈了，因為這是他第一次開槍射人，女友也被他的神操作嚇傻了。可都到這時候了，他們居然還想着打劫，真是要錢不要命呀！於是他們只能兩手空空的迅速逃離了現場。隨後警方從那張紙上獲取了指紋，上面寫着別妄想無聲報警，錢裡要是放染色包你就死定了。看來這對雌雄大盜是有備而來呀！通過監控和指紋對比一查才知道，這倆人已經是第3次作案了，而且女劫匪還是名牌大學金融學位的畢業生。更震驚的是，她竟然曾在3家銀行都上過班，但她的信用卡消費記錄實在是不敢恭維，光學生貸就欠了10萬塊。難道這年頭出個對象花銷這麼大嗎？相比較之下，她的男朋友就是個不學無術的街溜子。隨後警探雷哥帶人搜查了2人的住處，地上大包小包的，看來是想隨時開溜啊。接着又找到了一部相機，男人手裡拿的正是那名警察被搶走的配槍。從照片上能看出這倆人的心挺大呀。可更讓人吃驚的還在後面，他們今晚打算再次行動，但目標不是銀行，而是一場地下狂歡派對。雖然門票每人只有30大洋，可畢竟積少成多嘛。雷哥才趕到派對入口，就聽到裡面傳出槍聲。負責人向警察抱怨說自己被搶了2萬塊，但好在這次沒有出現人員傷亡。按理說這對雌雄大盜得手後就該私奔了吧，可女劫匪卻偏偏沒有這麼做。她第2天獨自來到醫院，向醫生打聽那個在銀行被男朋友開槍擊中的人是否還活着。可你絕對猜不到這位醫生的身份，她竟然是雷哥的老婆。作為警察家屬，她當然會關注老公正在偵辦的案子，於是表面上答應幫女人詢問病人的情況，實際上撥通的是醫院安保的電話。女人自然也不傻，她察覺出了問題，轉身就要跑，但卻已經為時已晚。女劫匪被帶到了警局審訊室，但你絕對猜不到她打劫銀行的真正目的。原來她認為銀行界的腐敗問題使得全球經濟處於崩潰狀態，她恨透了那些所謂的首席執行官，於是才和男朋友組成了雌雄大盜。他們每次搶劫的金額並不大，只是為了讓這個行業受到關注，強調銀行的罪行進行抗議。可沒想到男朋友差點失手搞出了人命，所以最後打劫狂歡派對純屬是為了籌錢跑路。能看得出來女人的良知還在，不然她也不會冒着危險去醫院打聽傷者的情況。雷哥抓住這一點，費盡口舌總算說動女人即將要供出男朋友的藏身地點，但偏偏這時候聯邦調查局橫插一槓要接手案件。好家伙，你可真會挑時候，早不來晚不來，非得等女劫匪快要招供了你來撿現成的。雷哥雖然氣到腳趾摳地，但也沒什麼辦法，誰叫人家級別高呢？可就在談話間，女人突然改變了主意。當女警提問時，女人竟然選擇了保護男朋友，並要求律師到場。雷哥真是徹徹底底的無語了呀。Nice work。隨後 FBI 雖然查到了劫匪的位置，但抓捕時卻讓他給逃了。這小子隨手在街上搶了一輛車，多虧雷哥帶隊及時出現，成功將他攔截。可男人根本就沒想過投降，即便他知道銀行那個人沒有死，女朋友也沒有出賣自己，但他依然做出了一個最糟糕的決定。劫匪當場被亂槍擊斃，雷哥也替那名警察追回了配槍。當然啦，收尾的工作就交給 FBI 吧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